你能认出这种感觉，不是吗？我指的是那个震耳欲聋的沉默，它恰好出现在周日晚上11点，就在你关掉手机屏幕或结束那顿发誓要避免的过量饮食之后。这是一种道德宿醉，胸口中一种空洞的虚无，比任何通知的声音都要大。你寻求了快乐，它顺从地应你的召唤而来，交付了原本承诺的多巴胺，但在离开时，似乎带走了你内心平静中至关重要的一块。你感到被耗尽，而不是被填满。分心但奇怪的精疲力竭，在你消费的东西和你感觉如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脱节，产生了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幻影饥饿。无论你刷新多少次动态，买多少东西，或者试图用廉价的娱乐麻醉自己多少次，你看着天花板问自己，难道生活仅仅是这个为了逃避无聊而追逐下一个化学剂量的无限循环吗？我想让你现在深呼吸，并理解一件根本的事情，你没有坏掉，而且确实不是因为感受到这一点而软弱。你就像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被一个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精心设计且错误的定义所诱惑和欺骗了。他们告诉你，幸福是所有可能快乐的总和，但生物学和精神的现实是，过度的舒适产生脆弱，过度的刺激产生麻木。你被困在一种享乐性疲竭中，试图用勺子舀的糖和数字药丸来填补精神的深渊。你并不因为掉进这个陷阱而有罪，因为它是为了捕捉你的生物学机制而设计的。但从这确切的1秒开始，走出它完全成为了你的责任。你的痛苦不来自快乐的缺乏，而是来自于你与它的奴役关系。你相信你需要受苦才能变强，或者纪律是一种惩罚，而在真理中，它是通往真正自由的唯一大门。今天我们将拆解这个齿轮。我不会给你提供空洞的安慰话语，我将教给你5把万能钥匙，基于斯多葛哲学，将你的思想从一个被动的刺激接收器转变为个人主权的堡垒。我们将重新编程你处理欲望和满足的方式，引导你走出这片反应性的迷雾。在我们开始对你的灵魂进行这项手术之前，我需要知道是谁在这个手术室里和我在一起。如果你真的准备好不再做自己生活的游客并接管指挥权，现在就订阅频道，留下你的点赞作为你已经醒来的信号，并在评论中写下除了你说话的城市之外还有以下力量声明：我控制我的情绪。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互动评论，这是你反抗平庸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你对我们将要揭示的真理承诺的开始。暂时忘掉那些卖给你的关于斯多葛主义的流行漫画。我们不是在谈论住在潮湿的洞穴里，吃干面包或压抑你的情绪直到变成一尊冰冷无感的大理石雕像。我在这里向你展示的不是对生活的拒绝，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灵的技术，旨在归还你失去的主权。目标不是快乐的缺席，而是征服对快乐的主权。这是关于重新配置你的内部操作系统，以便你不再是你生物冲动的反应性奴隶。把斯多葛主义想象成一种心理防御软件，它允许你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航行而不被它们吞噬，将纪律转变为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个人类可以体验到的最纯粹和绝对形式的自由。为了掌握这门艺术，我们需要为你的存在采用一个新的词汇，区分古代智者所称的优先的无所谓的事物。把快乐想象成你家里的一个客人，你好好接待他，端上最好的茶，享受陪伴。但在他决定离开时，你不会锁上门并陷入绝望。在东方智慧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我们将在这里应用快乐和幸福之间的区别。快乐是快速的愉悦，糖和点赞的狂喜，那个燃烧的明亮并死得很快，留下灰烬的火花。另一方面，幸福是深刻的喜悦，斯多葛的幸福，一种不依赖于外部因素的稳健和恒定的存在状态。今天你将学会停止像一个瘾君子一样追逐快乐，以便最终建立幸福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为了锚定这个真理，让我们看看塞内卡，古罗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不是因为别无选择而鼓吹贫穷，他拥有宴会和宫殿，但他定期练习自愿的自我剥夺，睡在地板上吃得很少，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一个解放性的真理：
他的财富不是他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拥有少的人不是穷人，想要更多的人才是。塞内卡明白，真正的财富是灵魂的自给自足。通过应用这种心态，你不再是一个向世界祈求满足碎片的各种情感乞丐，而变成了自己快乐的建筑师。快乐不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仅仅成为你旅程的一个配件，一种你可以使用或丢弃的东西，而这不会动摇你内心平静的1毫米。解锁你主权的第一把钥匙是我们称之为感知的钥匙的东西。它要求你拆除你大脑告诉你的最古老的谎言，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运作，即快乐是幸福的直接同义词。相信如果积累足够多的愉快感觉，最终将达到一种持久的圆满状态。然而，生物学和哲学的现实是残酷的不同的。快乐是一个短期的化学事件，依赖于外部刺激，而幸福，或斯多葛学派的幸福，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卓越和稳定的内部条件。理解这个区别不仅仅是一个智力练习，它是你解放的基础。因为只要你混淆火花与火焰，你将继续燃烧你的资源，去寻找那种一旦你触碰就会熄灭的东西。你在这里面临的巨大内部冲突是，你原始的生物学设计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生存和繁衍。每当你消耗卡路里或寻找新奇事物时，就用多巴胺奖励你。你的大脑是一台寻找舒适的机器，它讨厌真空。一旦沉默降临，就不断把你推向下一个干扰。与之抗争是困难的，因为看起来你在与你自己的本性抗争，拒绝你自己触手可及的好。这种认知失调产生了一种持续的焦虑，一种如果你不持续连接、进食或娱乐，就会失去某种重要东西的感觉，把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疯狂的赛跑。终点线随着你走的每一步而移动。想象你是海洋中心一艘小船上的遇难者，四周被咸水包围，在烈日下渴得要死。海水看起来清凉，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并承诺立即缓解你干燥的喉咙。但你知道，如果喝了，盐分只会让你的细胞更快脱水，增加你的干渴，直到疯狂。无节制的快乐就是这种咸水，它承诺饱腹感，但只交付更多的欲望，创造一个消费和空虚的恶性循环。普通人喝咸水，并想知道为什么口渴从未消失，责怪世界没有给他足够的水，而问题在于他选择摄入的物质的本质。为了离开这艘漂流的船，你需要训练你的视野，去看到事物闪亮表面之外，并识别你面前事物的真实本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教导我们，真正的喜悦是正确行动和品格的副产品，不是被动购买或消费的东西。当你停止把快乐看作最终目标，并开始把它仅仅看作一个令人愉快但不必要的副产品时，你就拿走了它对你的权利。你不再是那个绝望的遇难者，而变成了那个知道维持他的饮用水必须来自他自己带上船的储备，也就是来自内部的船长。通过应用感知的钥匙，你开始用外科手术般的冷酷质疑每一个冲动，问自己，这是食物还是伪装的毒药？你意识到你追求的大多数东西不是需求，而是由一种靠你的慢性、不满、获利的文化植入的欲望。这种心态的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每次你拒绝咸水，你的抵抗力就会增加，你的视野就会清晰。你开始在说不的能力中找到一种奇怪而强大的满足感，意识到拒绝本身就是一个知道什么才真正值得的人的肯定行动。加深这个练习，你应该把快乐视觉化，不作为要被摧毁的敌人，而是作为不应该指挥你生活旋律的背景噪音。想想当你真正投入到一个目标或有意义的工作中时，你的感觉。时间消失了，饥饿消失了，你不需要外部刺激，因为满足的源泉是活动本身。这就是心流状态，现代对幸福的一瞥，在那里满足感来自于你能力的表达，而不是娱乐的吸收。被动的快乐让你成为存在的观众，斯多葛式的幸福召唤你成为积极的主角，你自己叙事的创造者。这种改变的实际结果是一种对于从外面观察的人来说像是超能力的情绪稳定性。当你的同龄人在周五晚上的狂喜和周一早上的抑郁之间剧烈摇摆时，你保持恒定，像波浪中的岩石一样不可动摇。你享受咖啡、音乐或休息，
但你的身份不锚定在他们之上。如果明天所有这一切都被拿走，你仍然是你，因为你的基础是建立在你控制的东西之上的，你的思想、你的反应和你的美德。这种感知是你内部城堡的第一道防御过滤器，阻止伪装成朋友的入侵者进入并掠夺你的精神能量。通过内化快乐是一种无所谓的事物，你获得了走过购物中心、浏览社交网络或坐在宴会上而不感到幻影饥饿的能力。你看到橱窗、盘子和瞬间幸福的承诺并微笑，不是带着傲慢，而是带着一个已经知道魔术把戏并且不再被他欺骗的人的同情。永远记住，自由不是做所有想做之事的意愿，而是不必做所渴望之事的能力。这是看着欲望的对象，并说你在这里没有权利的能力。当你内化感知的钥匙时，你收回了你生物学的缰绳，你不再是一个对刺激做出反应的动物，而变成了一个选择自己命运的理性存在。这一点的结论是对你自己生活体验的绝对权威的肯定。你不再需要世界告诉你你是否幸福，因为衡量标准变了。成功不再是你积累了多少快乐，而是你保持了多少你的正直和平静。手握这把钥匙，你打开了牢房的门。现在我们需要学会在它外面行走，这将要求你通过下一个原则，在现实世界的阻力下测试你的力量。保护你思想的第二条规则是匮乏的测试，这是斯多葛概念坏事或自愿不适的直接应用，前提对现代头脑来说是反直觉的。你应该故意在你的舒适日常中引入小剂量的困难和剥夺，以便对失去的恐惧和脆弱性进行免疫。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工丰富的时代，恒温器总是完美的，食物只有一个点击的距离，无聊被瞬间消除。这种容易让你的情绪韧性萎缩，让你在最小的不便面前感到恐惧。匮乏的测试是将你从这种舒适昏迷中唤醒的解药。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强烈和发自内心的，因为你存在的每一根纤维都会尖叫：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有热水，为什么要洗冷水澡？如果冰箱是满的，为什么要进食？如果有车，为什么要走路？你的头脑沉迷于捷径，会试图说服你舒适是生活的最终目标，任何不必要的痛苦都是受虐狂或愚蠢。战胜这个内部的声音，这个伪装成逻辑的诱人懒惰，是你将进行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战斗，因为正是它把你困在窒息你潜力的柔软平庸中。想象一个运动员连续几个月穿着负重背心训练、跑、跳和生活，肩上带着那个额外的负荷。起初这是令人精疲力竭、痛苦和恼人的，限制了他的动作并耗尽了他的能量。但是在比赛那天，当他最终脱下背心时，他的身体似乎漂浮起来，拥有了一种如果没有那种人工阻力他永远无法发展出来的力量和爆发力。舒适是把你往下拉的重力，匮乏的测试是你自愿穿上的负重背心，以便当现实生活要求你力量时，你超级准备好了，以一种其他人无法理解的轻盈移动。让我们用一个你可以现在想象的练习把它带到现实的地面。想想克劳迪奥，一个习惯了空调和外卖食物的人，有一天他决定只喝水并没有屏幕的度过24小时，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恐慌、无聊和烦躁，他的头脑疯狂地寻找出口，但是在跨越痛苦的门槛时，有些事情改变了。他意识到他没有死，饥饿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紧急情况。沉默揭示了噪音所隐藏的真理。在这一天结束时，在吃一片简单的面包时，他感受到了一种过去10年没有任何豪华宴会提供给他的味道和感激。这个练习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受苦者，而是为了向你自己证明，以一种经验和不可否认的方式，你需要极少的东西就能过得好。当你知道你可以在没有社会说是必不可少的奢侈品的情况下生存甚至繁荣时，失去他们的恐惧瞬间消失。你不再是你工作、地位或财产的人质，因为你已经出于自愿访问了最坏的情况，并发现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怪物。独立诞生于忍受缺乏的能力，而不是积累过剩的能力。塞内卡说，预留一定数量的日子，
在此期间，你将满足于最稀少和廉价的食物，以及粗糙和简陋的衣服，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所害怕的吗？通过这样做，你拔掉了命运的獠牙。如果生活夺走你的财富或你的舒适，你可以微笑并说，我已经认识这个地方，我已经出于选择来过这里，我知道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你把对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战略性的熟悉感，建立了一套没有任何经济或个人危机可以穿透的心理盔甲。匮乏的测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重新校准你的快乐传感器，治愈我们在开始时提到的享乐性疲竭。在一个冷水澡之后，一条干毛巾看起来像是国王的奢侈品。在长时间步行之后，坐下是一种神圣的快乐。你恢复了对简单事物感到惊奇的能力，这是财富的真正定义。需要金钱才能微笑的人是穷人，看着一杯水微笑的人是无敌的。练习自愿的不是作为一种惩罚，而是作为一个清洁和强化的仪式。今天选择一个小剥夺，跳过一顿饭，关掉电话3小时，睡觉不用枕头。观察你头脑的发脾气，与其屈服，不如带着好奇和坚定观察它。对你内心那个被宠坏的声音说，今天说了算的是我们要去做困难的事，因为正是这让我们变强。在结束这一点时，感受当意识到你的福祉不被锁链锁在理想的外部条件上时所涌现的力量。你变成了一辆全地形车辆，能够以最大效率在丰富和匮乏中运作。你获得了一种安静的自信，那种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没事的人的光环。因此，匮乏的测试归还了你对自己的所有权。当世界绝望地追逐更多的安全和更多的舒适，变得越来越脆弱和焦虑时，你走向相反的方向，拥抱挑战，并在其中找到斯多葛战士不可动摇的平静。我们到了第3条规则，一个重新定义你与你拥有和爱的一切的情感关系的范式转变。客人的规则，这把钥匙处理依恋，几乎所有不必要的人类痛苦的根源。我们犯的根本错误是把生活的祝福、人、健康、金钱、快乐当作永久财产，当作永远不应该从我们这里被拿走的既得权利。当变化的不可避免的现实敲门时，我们感到我们被抢劫了，被不公正对待了，并陷入绝望。客人的规则教导我们将所有这一切不视为占有，而是视为宇宙的临时借贷。你试图应用这条规则时，将面临的冲突是编离在你 DNA 中的对失去的发自内心的恐惧。我们爱依恋，我们爱持久和安全的幻觉，而一切可能在弹指间消失的想法对于自我来说是可怕的。你的头脑会试图用力抓住事物，与命运建立想象的合同。如果我是好的，坏事就不会发生，或者我为此努力工作了，这是永远属于我的。打破这个虚幻的合同很痛，但这是没有持续焦虑的保护你的沙堡免受潮汐影响而生活的唯一方式。找回指导我们旅程的核心隐喻，把生活想象成一个由慷慨的主人及自然或命运提供的盛大而奢华的宴会。你是这张桌子上的荣誉客人，美味的菜肴被端上来，美酒被倒入你的杯子，背景音乐响起，愚蠢的人被味道迷住，试图把食物塞满口袋。当盘子被拿走时，与服务员争吵；当音乐停止时哭泣，用他的贪婪和恐惧毁掉了聚会的体验。他把宴会变成了一个战区，智者或斯多葛主义者在同一个宴会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带着深刻的关注和感激，品尝每一道菜，品味每一丝味道。但当服务员来收盘子时，他并不抓住它。他带着微笑和轻微的点头交出它。他知道宴会有结束的时间，食物不属于他。品尝他的体验就是礼物。他比愚蠢的人更享受，因为他不忙于试图占有不可企及的东西。他是自由的，活在当下，知道在夜晚结束时，他将轻松、满足并准备好离开桌子。这种欣赏性超脱的姿态，是从生活中提取最大快乐而不遭受情感宿醉副作用的秘密。当你把你的车、你的房子，甚至你的人际关系看作你生活中的客人时，你开始以一种新的和强烈的强度来重视他们。你更好地照顾客人，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永远留下，
依恋令人窒息并试图冻结时刻。斯多葛式的爱释放并在时刻流逝时欣赏它，与无常的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在东方哲学中，这与流动的想法共鸣；在斯多葛主义中，这是对命运之爱的接受。通过应用客人的规则，你停止试图将短暂的时刻转变为永恒的纪念碑。你明白一朵花的美丽部分在于它会枯萎的事实。如果是塑料的，它就不会有同样的价值。你放手的能力与你快乐的能力成正比。抓得太紧的人会压碎他所爱的，张开手抓的人允许生活自由的降落和起飞。积极的练习这一点。今天在享受某事时，无论是一杯咖啡还是与某个特别的人在一起的时刻，对自己耳语，这是一个借贷，感觉重量从你的肩膀上卸下。你不需要保持这个时刻，你只需要活过它。如果明天它不在那里，你什么也没失去，只是归还了被托付给你一段时间的东西。这种视角的改变消除了受害心理和毒害灵魂的不公正感。客人的规则给你一种精神上的优雅，一种在今天罕见的精神高贵。当每个人都在喊是我的，是我的时，你带着知道什么都不是你的，但一切都可以被体验的人的宁静行走。你变成了一个轻装的旅行者，没有期望的沉重行李，能够适应宇宙的主人决定呈现的任何下一个场景。我们以一个解放性的真理结束这一点。你真正拥有的唯一东西是你现在推理和选择你态度的能力，其他一切，身体、财产、名声，都是场景的道具。通过把快乐和财产当作客人，你变成了房子的主人，你内部领域的主权者，在构成人类存在的到来和离去面前不可动摇。我知道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内容要求一种很少有人愿意培养的意志力。大多数人会关闭这个视频，并回到社交网络的麻醉中，在10分钟内忘记一切。但如果你到了这里，如果你吸收了这前3把钥匙，并感觉你的感知有些东西在改变，你是追求真正卓越的少数人的一部分。我有整整一个图书馆像这样的策略等着你。如果你想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个转变的完整地图，现在检查你是否订阅了并开启了通知。这是区分好奇者和承诺者的时刻，把它看作你自我掌控旅程中的逻辑一步。第4条规则是一个精确的外科手术工具，称为欲望的解剖。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冲动打败，因为他们在阴影中运作，比我们的理性思维行动得更快。欲望作为一个催眠命令出现，一个闪亮的图像，承诺如果现在被满足，就会有无限的满足感。第4把钥匙是冻结这个场景的行为，把欲望拖到理性的光下，并冷酷地解剖它，然后再决定是否服从。这是从自动反射到有意识选择的过渡，这里的冲突在于速度。欲望在生物学上被设计为紧迫的忽略逻辑并劫持运动系统。当你看到欲望的对象，无论是糖果、冲动购买还是分心，你的身体在你的头脑说是之前就已经在移动了。困难在于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一个暂停空间，一个你的主权可以呼吸的沉默时刻。这就像仅仅通过站着不动来对抗一条湍急河流的水流，这需要巨大的静态力量。想象湖里的一条鱼，他看到一条肥美多汁的蚯蚓在水中移动，他的本能尖叫食物，然后他咬了。他没看到鱼钩，没看到线，没看到渔夫，他只看到了快乐的立即承诺。我们经常是那条鱼，咬着把我们拉出我们的元素，并使我们窒息的闪亮鱼钩。欲望的解剖是看着蚯蚓并看到藏在里面的尖锐金属的能力，是看到完整陷阱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诱饵。为了练习这一点，使用马可·奥勒留使用的物理分解技术。当他看着昂贵的酒时，他对自己说，这只是发酵的葡萄汁。当看到皇帝的紫色长袍，最大权力的象征时，他说，这只是染了贝类血液的羊毛。做同样的事，当绝望的渴望那部新智能手机时，说，这只是将在1年内过时的加工过的玻璃、塑料和金属。当渴望超加工食品时，说，这只是设计来欺骗我大脑的氢化脂肪和糖。通过将欲望的对象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你拿走了你的头脑投射在它上面的魅力，
魔法和必要性的光环。你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赤裸裸的，没有营销或你的瘾创造的幸福叙事。你问，这将滋养我，还是仅仅让我分心？消费这个10分钟后，我会感觉如何？通常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足以瞬间杀死欲望，因为你在实施行动之前就预见到了后悔。这种冷酷的分析不带走世界的美丽，但带走事物操纵性的诱惑力量。你开始欣赏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并丢弃仅仅是闪亮包装的东西。欲望的解剖允许你成为你自己生活的美食评论家，一个不吞下任何端上来的垃圾，而是检查、评估并决定那是否值得进入你的神庙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析性暂停变成了自动的，刺激和反应之间的间隔增加，正是这个间隔居住着你的自由。你不再是一个可预测的自动机，而变成了一个战略家。欲望敲门，你通过猫眼看，识别出这是一个欺诈，简单的不开门。欲望没有你的注意和同意，失去力量并去敲另一个人的门。这种练习产生的清晰头脑是无价的。你节省能量、金钱和心理健康，仅仅因为不掉进打倒大多数人的明显陷阱。每次你分析一个冲动并决定不按它行动时，你开始感到一种安静的骄傲。每一个对徒劳欲望说的不，都是对你性格力量说的是。这把钥匙给你 X 射线视觉的力量，世界将试图用幻觉诱惑你，但你会看到齿轮、鱼钩和绳索。你将不再是那条愚蠢的鱼，你将是那个明智的观察者，在诱饵之间自由游动，而从未被勾住。结束这一点时，要知道，智慧是抵御诱惑的最大盾牌。欲望是愚蠢和盲目的，理性是敏锐和有远见的。通过将你的本能提交给你理性的法庭，你恢复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头脑作为主人，身体作为仆人。巩固你主权的第5把，也是最后一把钥匙，是从被动快乐到主动快乐的过渡。现代社会制约你相信快乐是你接收的东西，是从外面进入你的东西，通过屏幕、物质、购买或赞美。这是被动快乐，它是脆弱的，因为它依赖于外部供应。斯多葛主义提议完全反转，真正的快乐，那种稳健和持久的，是从你里面出来的快乐，是创造美德行动、进步和履行职责的快乐，是做的满足感，而不是拥有的。这里的冲突是最小努力法则。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关于英雄的电影，比站起来建立自己的身体或性格要容易无限倍。消费是舒适和诱人的，创造是费力的，要求冒险并消耗能量。你的头脑会试图说服你，你值得休息和消费，把你推向被动。但残酷的真理是，被动消费从未填充，它只是分心。你在周日晚上感到的空虚，是一个周末被动消费的结果。你在一次艰苦训练或一个项目完成后感到的圆满，是主动快乐的味道。想想桶和篝火的区别。桶处于被动快乐中的你，需要不断被外面的水填满。如果龙头关了，它就干了并变空。篝火处于主动快乐中的你，从内部燃烧的燃料中产生自己的热和光。它不向世界索取热量，它向世界提供热量。斯多葛主义者就是篝火，它在燃烧本身，在做人、公正、勇敢、有纪律的活动本身中找到快乐。行动就是奖励。当你把焦点从世界能给我什么变为我能在世界上做什么时，快乐的动力学就改变了。你发现帮助某人解决一个复杂问题，学习一项新技能或克服一个恐惧，会产生一种不同的多巴胺，一种征服的多巴胺。它是干净的、持久的，并建立自尊。吃蛋糕的快乐持续5分钟并留下内疚。保持饮食并看到你身体健康的快乐1天24小时持续并留下骄傲。主动快乐与美德的概念紧密相连。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美德是唯一的真正善。成为有美德的人，就是按照你高级的理性本性行事。当你在恐惧面前带着勇气行事，或在诱惑面前带着节制行事时，你感到一种内部共鸣，一种碎片拼合在一起的咔嗒声。这种和谐就是幸福，没人能从你这里拿走你已经执行的行动，它是你永恒的财产。
世界可以拿走你的钱，但不能拿走你带着荣誉行事的事实。为了应用这一点，开始用创造的时间替换消费的时间。与其看关于烹饪的视频，不如烹饪；与其看旅行照片，不如带着正念在你的街区散步；与其读观点，不如写下你自己的反思。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代理人，而不是一个病人。生活不是一个被观看的表演，是一个被玩的游戏。主动快乐治愈无聊，因为无聊是观众的疾病，从来不是玩家的。这种改变把你从一个体验的消费者转变为生命的产生者。你不再是一个吸走能量和注意力的黑洞，而变成了一个辐射能力和活力的太阳。人们会被你吸引，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而是因为一个真正活着并与现实互动的人的震动能量。最终的主权在于行动。等待快乐来到他身边的人将死于等待。通过正确行动制造自己快乐的人是自由的。他不依赖天气、经济或运气，他有他的手、他的头脑和他的意志，这是足够构建深刻意义生活的原材料。通过掌握这5把钥匙，你走过了从诊断到治愈的道路。你明白了，感知是基础，匮乏使你变强，超脱使你自由，分析保护你，行动填充你。你不再是那个开始听这个脚本的同一个人，现在只剩下用一个最终承诺来封印这个知识，将理论转化为与你未来自我的不可破坏的契约。门是开着的，钥匙在你手里，但必须是你跨过门槛。你现在手里掌握着走出享乐性皮杰迷宫并进入个人主权堡垒的完整地图。然而，在这个最后时刻，我需要对你残酷的诚实：拥有地图不等于走这条路。大多数人积累哲学知识，就像在积灰的书架上积累书一样，仅仅使用塞内卡和马可·奥勒留的话语作为智力装饰，以便在晚餐时显得深刻。而他们的真实生活继续是反应性和失控冲动的混乱。知道做什么和做必要的事之间的深渊是梦想死亡的地方。外面的世界会做一切把你拉回消费和分心的深度睡眠。他们想要你软弱、依赖和可预测，把你与仅仅成为又一个被动观众区分开来的唯一东西是这个视频一结束你将采取的激进的行动。哲学不是一件用来穿的斗篷，它是一把用来挥舞的铁。区分好奇者和征服者的时候到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公开承诺的仪式来做这件事。如果你在这些话语中感到了真理的分量，并决定不再为了廉价的快乐而交易你的内心平静，我号召你现在留下你的印记。我不为了算法要求评论，我要求一个反对你旧版本的战争声明。去评论区写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当你打出这些字时，你不仅仅是在屏幕上写字，你是在与你自己和这个社区签署一份合同，确立从今天起，你是你自己头脑不可动摇的守护者的意图。如果你没有勇气做这个小小的公开声明，你怎么指望有勇气对生活中真正的诱惑说不？写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并现在开始活出这个真理。最后，如果你在这一确切秒数还在听我的声音，要知道你已经属于绝对的少数，统计上的例外。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在最初几分钟就失去了焦点，寻找下一个猫的视频或下一个空洞的争议。你留到了最后的事实，证明你的注意力和对成长的饥饿是优越的。我想承认这一点。留下第2条评论说，我坚持到了最后，以便我可以识别谁是行走在我们中间的真正现代斯多葛主义者。如果这个内容交给了你真正的价值，你的道德义务是把它分享给某个也需要醒来的人。不要只把治愈留给自己。通往主权的旅程是孤独的，但不需要独自完成。订阅以继续训练。站起来，离开宴会桌，去建立你的遗产。